此生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这是你的大舅母。拜见大舅母。不必了。这是你的二舅母。拜见二舅母。好了，这个是你先朱大哥的媳妇儿朱大嫂子。去，请姑娘们来。今日远客才来，是老太太，可以不用上学去了吧？贾母看到黛玉身体面孔虽确若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，便知道她有不足之症，却不知常服何药，如何不急为治疗？我自来是如此，从会吃饭时就吃药了，到如今都没断过。那一年我3岁的时候，听说来了一个赖头的和尚，说要化我去出家。我父母固是不从，他又说，既如此，那你的病是再也不能好的了。若要好的时候，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姓亲友之人，一概不见，方可平安了此一世。疯疯癫癫的说了这些不敬之谈，如今我还是吃人参养荣丸。正好，我这里正配丸药，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老太太他们来了。老祖宗，我们给你请安了。老祖宗好。这是你迎春姐姐，这是你探春妹妹，这个是你的惜春妹妹。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老祖宗，客人在哪儿啊？黛玉心里纳闷儿，这些人个个皆脸生屏气，恭肃严整。来的是什么人？这样的放荡无礼。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，南省俗谓作辣子，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。老祖宗，这是莲嫂子。黛玉虽不识，也曾听见母亲说过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舅母王氏的内侄女儿，自幼贾充男儿教养，学名王熙凤。拜见嫂嫂。妹妹，哎呦，天底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。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简
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。怪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，一时不忘呢。哎呀，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苦，这么姑妈便就去世了。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招我。你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才劝住了。快在休提前话了。正是呢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了，又是喜欢又是伤心，竟忘了老祖宗。哎呀，开打开打！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呀，不要想家，想要什么吃的、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。瞧瞧。当下茶果已撤，贾母令2个妈妈带了黛玉去拜见2个母舅。大母舅贾赦推说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倒要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一时黛玉又被带进了荣府，进了荣禧堂东边的3间小耳房内。坐。太太，这是白二爷新做的衣裳。搁在这儿吧。哎，来，坐到我这边来。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吧。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，你这3个姊妹倒都极好，以后一处念书、识字、学针线，或偶一玩笑，都有尽让的。但我不放心的，最是一件，我有一个劣根祸胎，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今日依庙里还愿去了，尚未回来。今天晚上看见便知，你只以后不要睬他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，乃贤育而淡，顽劣异常，极恶读书，最喜在内围厮混。外祖母又极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如此说，便知说的就是这表兄了。如今我来了，自然只和姊妹们同处，那兄弟们自是别人令事的，岂得去沾惹之理？你不知道缘故，他与别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，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。若姊妹们有日不理他，他倒还安静些。纵然他没去，不过出了二门，背地里便拿着他2个小妖出气，叽咕一会子就完了。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，他心里一乐，便生出多少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睬他。他嘴里啊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一时又疯疯傻傻，只休信他。太太，老太太那边盛晚饭了。哦，来，这里坐吧。晚饭时，贾母称黛玉是客，让她坐在自己身边，又命王夫人和三春姊妹左右入座。李纨和凤姐2人立于岸旁不让。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都不闻。
既然饭毕，各有小丫鬟捧上茶来。黛玉今见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，不得不随着一一改过来。你们去吧，好，让我们自在说话。宝二爷回来了。宝儿回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我看看去。老祖宗，你回来了。老祖宗，二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给您请安来了。宝玉回来了。去见你娘来。是啊，快去吧，去吧。好生奇怪，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。何等眼熟到如此！宝玉来了。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，还不去见你妹妹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可又是胡说！你又何曾见过她？我虽未曾见过她，然我心里看着面善，就算是旧相识。今日只做远别重逢，也未为不可。更好，更好。若如此，更相和睦了。妹妹可曾读过书啊？不曾读，只上了1年学，些许认得几个字。妹妹的尊名是哪2个字啊？黛玉。哦，那表字是何？无字。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吧，不若频频2字，极妙。宝哥哥，这2个字从何而出啊？古今人物统考上说，西方有时明代，可代画眉之墨。况这妹妹眉间若蹙，用取这2个字，岂不两妙了？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吧？除4书外，杜撰的太多了，偏只是我是杜撰不成。你瞧瞧他，我亲自己是不是太过分？可也有玉没有？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件好物，岂能人人有的？什么寒物？人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通灵不通灵呢？我也不要这样去走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！快找啊！上哪儿去了？你们快去找找啊！哎呦，找不着，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老太太。哎呦，孽障！你生气，打人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但我有。我说没趣儿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，也没有。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。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，遂将她的玉带了去了。一则宣殉葬之礼，及你妹妹之孝心；二则你姑妈之灵，也可全作见了女儿之意也。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，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他啊？
声，慎重带上。仔细你娘知道了。啊？北欧死者乃小人之主人，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。这拐子现已得了我家银子，我家小主人原说第3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门。这拐子又悄悄卖与薛家。再说那贾雨村，当日与黛玉同至入京，贾政看了媚丈之书，便竭力内中协助。提奏之日，轻轻谋了一个副职候缺，不上2个月，金陵应贴府缺出，便谋补了死缺。只剩下几个局外之人，小人告了1年的状，竟无人做主。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减凶除恶，以救孤寡。死者感戴天地之恩，不尽啊！岂有这样放屁的事？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还拿不回的！来人！退堂。老爷一向加官进禄，8、9年就忘了我了。却十分面善得紧，只是一时竟想不起来了。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竟把出生之地给忘了。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，原本是小沙弥。原来是故人呐！却不知当日葫芦庙匆匆一别，小师傅怎生辗转此处啊？葫芦庙大火之后，小的无处安身，原欲投别庙继续修行，却耐不住这般清凉景况，因想这门生意倒也精神热闹，便趁年纪蓄了头发，冲了门子。既知私事，不妨告知。方才何故阻止我发签？老爷既荣升这一省，难道没有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不成？何为护官符？我竟不知啊！这还了得！连这都不知，如何做得长久？如今凡做地方官者，皆有一私单，上面记着本地最有权有势、极富极贵的大乡绅的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亦是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都保不成呢。所以叫做护官符。方才所说的薛家，老爷如何惹他？雨村看时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艳俗口碑，其口碑排写得明白，下面所注的皆是自10祖官爵并房次。老爷，您看，假不假？博玉为堂，金作马。
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屎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穴，珍珠如土，金如铁。这说的就是本地贾史王薛4家。这4家联络有亲，一损皆损，一荣俱荣，扶持遮事，具有照应的。经被告打死人的薛，就是丰年好大穴的血。不但靠这3家，他亲友世交在都在外的本意不少。老爷，如今拿谁去啊？如你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结此案呢？大约你也深知这个凶犯躲逃的方向了吧？啊？不瞒老爷讲，不但凶犯的方向我知道，一并那拐卖之人我也知道，买主死鬼我也深知道。老爷，且听我慢慢说给你听。被打之死鬼，乃是一乡绅之子，名唤冯渊。只有父母早亡，只他一个人靠些薄产过日子，也是前世冤孽。可巧遇到拐子卖丫头，他一眼看中了丫头，立意娶回家去做妾，立誓不再娶第2个。谁成想这拐子又偷卖给薛家，意欲拿了2家银子逃到他省。不成想啊，没曾走脱，2家拿住打个臭死，2家都不要银子，只要利刃。那薛公子岂是让人的，叫手下人一打，把冯公子打个稀烂，抬回家去，3日死了。老爷，您当这被卖之女是谁？我如何得知？算起来，也是老爷的恩人。怎么讲？她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，名唤英莲的。原来就是他。闻得这孩子养在5岁上被人拐去，可为何到如今才来卖呢？这类拐子单管偷拐5、6岁的儿女，找一僻静处养着，待12、13岁，夺其相貌，再带他拐卖他乡。当日英莲，我们天天陪他玩耍，虽隔7、8年，模样出脱的整齐好些，但大概相貌自是不改，熟人易认。况且他眉心有一颗米粒大小的胭脂痣，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所以我却认得。偏生这拐子租了我的房舍居住，那日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问他，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，万不敢说，只说拐子是他亲爹，因无钱还债，故卖他。我又哄之再四，他又哭了，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，这可无疑了。那日冯公子相看了，兑了银子，拐子醉了，自叹道：“今日罪孽可满了。”又听见冯公子说3日之后过门，他又转为忧愁之态。我实在于心不忍，带拐子出去，又命内人前去跟他解释，这冯公子一定要选个好日子来接你，一定不会把你当丫鬟看待。况这冯公子是个绝风流人品，家里颇为富足，后事可想而知，何必忧闷？听如此说，他才略解忧闷，自以为从此得所。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。第2日，拐子又卖与薛家，若卖与第2人还好，这薛公子闻名人称呆霸王，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上气的人。其使钱如土，打个落花流水，生拉硬拽，把个英莲拖去，如今不知死活。
这冯公子空袭一场，一念未遂，反花了钱，送了命，岂不可叹？唉，这也是他们的孽障啊！遭遇亦非偶然。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，想其为人，自是姬妾众多，淫逸无度，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。这正是梦幻情缘，恰与一对薄命儿女啊！且不再议论他吧。至目前这官司，该如何抛断才好啊？小人听闻老爷能补升此任，也系贾府、王府之力。此薛蟠乃贾府之亲，老爷何不顺水行舟，做个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？日后也好见贾府、王府啊！唉，你说的何尝不是？只是事关人命啊！蒙皇上隆恩，起复委用，实是重生再造。正当担心竭力图报之时，岂可因私而废法？是我实不能忍为者。老爷讲的何尝不是大道理？但现今世上是行不通的。岂不闻古人有云：大丈夫相识而动，又曰趋吉避凶者君子也。照老爷这一说，非但不能报效朝廷，而且自身难保啊！还望老爷三思为妥。依你之见呢？小的已想好一绝佳的主意在此。明日老爷坐堂，只需虚张声势，动文书，发签，拿人。元凶自然是拿不来的。老爷明天只管在堂上设下祭坛，扶鸾请仙，令居民人等只管来看。老爷就说：鸡先劈了，冯渊和薛蟠宿孽相逢，原因了结。老爷假称薛蟠今已得无名之症，被冯渊之魂追索而死，其祸皆因拐子而起。小人暗中嘱托拐子，令其实招。薛家有的是钱，老爷断1000也可，500也可，与冯家做烧埋之费。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，不过为的是钱。见有这个银子，想来也就无话了。冤枉！真乃青天大老爷，谢大老爷。雨村断了此案，急忙作书2封，与贾政并经营节度使王子腾告令职之事已完毕，不必过虑。雨村又恐门子对人说出当日平见时的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业，到底寻了个不是，远远地冲发了他才罢。且说那个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薛蟠，是内躺钱粮采买杂料的皇商，其寡母与荣国府贾政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，尚有一小2岁的妹妹，乳名宝钗。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，便借宋妹妹备选公主、郡主入学陪侍，充为才人赞善之职。起身长行，视人命官司为儿戏，自以为花上几个臭钱，没有不了的。姐姐，贵公一向和好，这是宝丫头，这是好儿，来，快进来，凤丫头。太太，老爷使人传话来说，姨太太已有了春秋，外甥年轻不知世路，在外住着恐有人身事，
咱们东北角上离香院一所10来间房子，把空闲着，打扫了，请姨太太和姐儿哥住了甚好。老太太也遣人传话来说，请姨太太啊就在这住下，大家亲密些。我还未及留呢，老太太便先留了。如此替我多谢老太太盛情，不留反不公了。是了，一应日费供给，一概免却，方是常处之法。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，小小巧巧，约有10余间房屋，前庭后舍俱全。西南有一角门，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，又有街门另开，可以任意出入，因此逐将移居之念渐渐打消了。在这儿呢，这儿呢。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，贾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亦如宝玉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3个亲孙女倒且靠后，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视姐妹兄弟皆出一意。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作卧，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身伤。这儿呢。二姐姐，这，这个姐姐你定猜不出来。定是新来的宝姐姐。不想，如今突然来了一个薛宝果真是钗，宝姐姐呀！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行端正，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。因此，黛玉心中便有了一些抑郁不忿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，贾珍之妻尤氏摆了酒，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，在惠芳园游玩，先茶后酒，不过皆是宁荣两府女眷家宴小集。你这媳妇甚好，是个极妥当的。我看你今后是越发的省心了。还不是托老祖宗的福呢。放那儿吧。老祖宗，请您用膳。老祖宗，请吧。宝玉，来。两位太太请。哎，太太请吧。老祖宗，请。老祖宗，喝点。太太，请。好。太太请。好。啊，他还小，老爷不喜欢他兄弟乱吃酒的。你就给我倒一点吧，让宝叔也新鲜一回。今日赏花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做主开戒，只尝一口。谢谢老祖宗。老太太把他惯坏了，只尝一口。太太请。
老太太请，太太请，来，宝兄弟，来。慢点喝。宝叔可是罚了，哪里就罚了？玉儿可是醉了。我说不敢给他吃酒的。只是困了，跟老太太、太太告个罪，想歇个午觉去。也好，我们这里吃酒，你待着也怪闷的。那我带宝叔去吧。不怕啊，跟了你侄儿媳妇去，歇个短就来。宝叔，跟我来。当下，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。宝玉抬头看见一幅劝人勤学苦读的画，还有对联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已断断不肯在这里，于是秦氏便领了宝玉往自己房里去了。哎呦，哪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呀？哎呦呦，不怕您恼，他才多大呀，就忌讳这些个。宝叔，这边走。好香啊！宝玉向壁上看去，是一幅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。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对联：“嫩寒锁梦因春冷，芳气笼人是酒香。”在下面的案上设着武则天进士中设的宝镜，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。这真好。我这房子只怕神仙都住的。哎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睡吧。上面还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，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。
好生在廊下看着那些猫儿狗的。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，如今要往哪里去，也不知这里是何处，期望携带携带。我居离恨天之上，冠愁海之中。乃放春山浅香洞，太虚幻境，警幻仙姑是也。原来是警幻姐姐啊！我乃思人间风情月债，长尘世女怨难痴。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处，是以前来访查机会，不散相思。何谓不散相思啊？我今日与你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处离我境不远，近来恰有新填《红楼梦》仙曲12支，可随我一游。烦请神仙姐姐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吧，不知可使得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结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。
迷的枉送了性命，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，好一丝是金鸟头领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